不管是大奶小奶，摸下去没有副作用的，就是好奶。讲实话吧，兽性是存在每个人心中的，或多或少而已。之前也是听过女性坦白的讲，看见男生站在桌子上换灯泡什么的，女生在看哪里？就是看他下面那一包。如果是个帅哥，没有副作用的话，他会不会想抓一把？应该想吧。而男生更不用说了，身边身材姣好的朋友、女同事，甚至是路人，看到那美丽的曲线，心中会不会有个恶魔在那里呐喊：抓下去，抓下去！有吧？但你一定不会做，你会用强大的意志力控制住你的小手手，因为这是文明社会，你这样做犯法，绝对的犯法，一抓下去就是身败名裂啊！那有没有地方可以满足你这些欲望，然后没有副作用呢？有的，下面就来说说我朋友的经验。他身为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，续航力很差，就像人家头一次币可以打游戏机台打到通关，他2分钟就 game over 了，连自己清枪的频率都是遵照着泌尿科医生的医嘱在执行的。要定期发射才会健康哦。这样的一个男人，去什么风花雪月的场所，就像小鸟胃的人还去吃到饱一样，根本就是善财童子。也许他想要的不是交合的激情，而只是肉体的温存。那个大腿肌肤触感是如何？那个臀捏下去会怎么回弹？那个胸脯有多柔软？有没有机会让他这种已经没有市场价值的男人，可以在不违法又不费事的情况下，单纯的体验一下？有的，偶然之下，知道在日本的脱衣舞剧场，有一种特别的档期叫做素人大会，是可以跨过一般脱衣舞剧场禁止触碰的限制，进行一些肉体的交流的。原本以为这个奇妙的东西只存在京都的 DX 东市剧场，但是从剧场达人到 BK 兄获得了情报，有一组也是表演素人大会的团体 Honey Trap， 随住原本常驻的立桥剧场结束，也转移到东京的上野剧场了。正好我的朋友眼看时间空了出来，本来就有打算来趟东京的剧场巡礼，就配合了这素人大会月底的档期买了机票，来探访着未曾来过的上野剧场以及 Honey Trap 这个团体。根据情报，举办的时间大多在上野剧场的尾，也就是当月的21号到30或31号。这部分他们的团队 Honey Trap 网站会做公告，会预告下次的演出时间。各位如果想见识见识，可以先查他们网站安排下行程，就有机会去上野剧场看到了。先说各位若真的要去，请在 Google 地图上用英文打 Theater 510，而不是打中文的上野剧场，因为打中文 Google 地图会跳出3个以上的表演剧场，而且相距不远，会搞混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总之这个我们要去的上野剧场 Theater 510在众听通这里，走进去右手边20公尺就看得到了。这天他去时还不到11点，走到门口有工作人员站在看板旁，但他想去排队时，工作人员示意时间还没到，他就去旁边绕一绕。快到11点时，他再走到门口，门口的工作人员指向对面，他才看到对面接近巷口有几个大叔在排队了。他走过去接在人家后面。后来11点1到，这些人依着顺序来排在剧场的门口，等了一阵就开始移动了。先说一下，进这剧场都是要戴口罩的，如果没戴，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。我朋友跟着他们走，一路进入剧场，走下阶梯，经过了售票口，直接进入了场中。原本以为要先买票，结果竟然没有，而是大家先进剧场里面就坐。说一下这个剧场的位置图好了，其实很小， T 型舞台两侧靠墙有2排座椅，然后正对着 T 台大约有3到4排座椅，窄窄的，位置不到30个。我朋友是很高兴抢到了大概左侧靠墙第3个位置，但后来发现，若是对素人大会来说，如果是平日人不多，坐哪里不至于有太大的差异。他后来还看到熟客进来时一屁股在最后面的位置坐下的，因为这里核心展示不算重点，你想要的话，可以看到核心的核心，所以不一定要抢前排啊。就在那边呆坐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原本想要出去吃个饭，但语言不通，工作人员把他推了回去。这里先说遇到这位较壮的工作人员不太会跟外国人解释规则，回应有点直接的感觉，但应该是因为他不知怎么用口语解释，就不要计较太多了。后来应该是11点30分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来宣告了一些话，大家就把随身物品留在位置上，到了楼梯下的票口排队买票了。每人记的票价是6000，比一般正规的舞娘表演贵了些，一般的表演在官网上是5000元，这部分因为我也还没去过，所以各位看官可以再去剧场达人到 BK 兄那边看他的上野剧场一般档期的介绍。总之买好了票之后，离开演时间还有一大段空档，这时候他想应该这时总可以出去了吧，这次工作人员没再拦他了，
上去后有另一位工作人员在1楼看顾，替他盖了一个透明手章。这点也是奇怪，明明就看不到手上有盖东西，回来也没拿个紫外线笔照一照，这张是盖真的盖假的啊？总之用餐回来后，到了12点开演的时间，记得是团长先出来做个引言介绍。团长查网络资料叫做 C 卡，翻译叫做清香。一开始他个人的等身看板就放在舞台上，也可以得见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。有兴趣的可以上他们官网，有个连结是他的专访，很精彩，但讲下去就跑题了。拉回来当天的表演，团长先带领今天的其他团员一起上场。这天韩团长总共有5位素人舞娘，说实在并不多，不过这剧场因为也不大，5位舞娘同时站到台上就满了。我朋友这时候逐一看着台上的5位素人舞娘，因为所谓的素人，就是不像职业舞娘一样，可能对外貌身材有一定的挑选，所以就得看当天有班的素人舞娘和不合你的胃口。他看了看，有2位的型他还蛮喜欢的。一位瘦瘦短发的舞娘戴着黑框眼镜，是御姐型的女性，虽然在她的眼里是御姐，但因为她本身也过50岁了，这位御姐再大也不过40，对她来说还是个妹子。另一名她喜欢的是个长直发个头不高的女子，脸比较素净，身材龙仙合度，看起来也是很可口的样子。这是我朋友在心中暗暗说了 yes。 他预期素人大会比较没法要求，但5人中有2个是他觉得不错的，这样已经可以说是赚到了，也让他对接下来的互动充满期待。一开始也是有群舞的环节，但因为比较不能从专业舞者的角度去看待，反而觉得每个素人的个性会从舞艺阵里表现出来。有的跳得很认真，但肢体的律动又显得很拙；有的虽然感觉比较会跳，但从表情到肢体，整个态度就是很厌世。另外有的跳得中规中矩的，只是跳起来没什么感情。说起来跳得最好的可能是团长清香，毕竟他也在这类表演圈混迹数十年了，功底以及职业态度应该是有的。当然舞艺的展现在这里比较像过场的活动，而不是重点环节。另外提到一点，虽然是素人大会，但他们偶尔会有特邀的表演嘉宾，有的是专业的脱衣舞娘，有的是景复师。这个官网或官方 X 账号可能会在排班表上公告。像我朋友去的这天请了专业的脱衣舞娘来，在每一回合中会穿插表现一段，这部分专业舞者就是很职业的演出了，真的跟素人的展现力还是有差。然后他结束后还会来观众席内跟熟客聊天，不知道是因为素人大会很轻松没有界限，还是因为上野剧场的休息区实在太小，待在里面太闷了呢？科科。总之如果你打算安排前往，然后又查到他们最新的班表，可以再看看那段时间有没有特别的演出活动，或许也可以成为你安排行程的依据。因为我还没看过神父这类的表演，或许下去次有遇上，我也想去看一下吧。然后素人大会主要会排一些娱性的游戏环节，像这天第一个环节是猜拳，每个舞娘下台跟各个观众猜拳，观众猜赢的话可以隔住衣服摸一下捏捏，但其实舞娘都有刻意放水，第一把会出什么都是固定的，所以观察一下来的舞娘跟前面的猜拳时都会出什么，就可以顺利猜赢她了。先说这种算是福利的放送时间，虽然可以接触，但大多都是礼貌性的抓抓，这应该是一种绅士的交流，而不存在什么占便宜的想法。也有的环节是掷骰子，这个会轮流请观众到前方，比随之出来的点数比较大，赢的也是可以抓抓。还有一个就是海盗桶那种玩具，每个客人发给你3支箭，如果插了3支都没跳出来，就可以抓抓。反之如果不幸命中了，那就要被舞娘拿着纸扇打屁股。我朋友在玩这游戏很不幸的一次命中，全场都笑了出来，只好乖乖的转身把屁股献上，让舞娘轻轻的打了一下。另外还有一个欢迎触摸的环节，就是每个舞娘轮流巡回到每个客人面前，让客人可以触摸一下胸部，这算是一种杀必死吧。说到这里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全场就好像一个同乐会一样，大家一起轻松的玩游戏，赢得有点小奖品。如果将这个团体带到台湾的养老院巡回嘞，搞不好就有老先生会从轮椅上站起来说优喜我好了，不然也会有老先生微笑的闭上眼睛说好了我可以瞑目了。这样可以替台湾省下多少健保支出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当然这些舞蹈或小游戏都只算是开胃菜，正式的东西在这些环节之后就到来了。你就会看到他们开始在舞台放了3个软垫，然后用上面的杆子拉上了只能隐约透光的布帘，同时在布帘中间上方加了一块小白板，印象中上面有3个空格，下面则放着有每个舞娘花名的磁铁。至于这有什么作用，等下再说。总之这一段叫做美人计的 Party Paradise 派对天堂。记得这时候团长会说一些话，
听不懂，但大致的意思是可以去外面的售票口买票，下面的服务都是透过票来兑换的。这时候看见其他客人纷纷出去，我朋友也就拿着钱包跟住出去买了。一张票是500日币。至于派对天堂这环节是怎么玩的，其实他们官网都讲得很详细。一张票可以做什么？可以隔住衣服触摸胸部和臀部和聊天，计时2分钟。2张票可以做什么？舞者会让你直接触摸胸部和臀部，计时3分钟。那么3张票呢？如果3张票就要请你到帘子后面了。帘子后有3张软垫，如果舞娘有空，后面软垫也有空，舞娘就会脱鞋让你跟她一起进布帘后面。进去前，她会先把白板上自己名字的磁铁移到上面3个空位之一，等于说帘子外面的人可以看到白板上有几个磁铁在上面，就能知道后面的位置满了没有。我朋友这时锁定了他很喜欢的御姐以及直发妹，但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，也可能第一回合大家都比较饥渴一点，帘后的席位大多是满的，没什么空档。然后团队这时也怕场内其他人觉得无聊一样，会端出一些小游戏跟大家同乐。我朋友边看人家玩游戏边等待，好不容易先遇上御姐有空档来到他面前，他赶紧举起3根手指，用蹩脚的日文说山脉。这时候御姐就带着他拖鞋上台，将白板上的名字磁铁移到上方。他跟着拖鞋上台进入布帘后，先诚心诚意的将3枚兑换券交给御姐，御姐就褪下了上衣跟下着仰躺在软垫上。这里先说一下规定，上面可以摸，下面可以打开，但不能摸到里面，然后客人口罩都不能拿下来，自然不能用到嘴巴。过了约1半时间后，御姐对他说留哭鸠，他一下子没听懂。后来御姐说了英文 69， 他才搞懂要换个方向，于是他躺下来，让御姐向后趴在他的身上，如此可以做更微观的观察，补足之前上健康教育课程时跳过的细节。这个风景真的是很美妙。等到3分钟的计时器响起时，御姐起身，我朋友也跟着起来，两人互相握手，表达了感谢之意，结束了意犹未尽的这一回合。我朋友走出布帘时都要弓着身快速下台穿鞋，尽快移位到自己的位置上，若无其事地掩饰着心中的澎湃。喘了一会儿，那位脸色淡然的直发妹有空了，她一样是用了3枚跟她来到了布帘后。以下的细节就不说了，我朋友出版的稿子写得太详细，细到像有色小说一样。为了让这影片不会被强制下架，就留点空间让大家想象吧。有兴趣的人真的把握机会前往啊！这种派对天堂结束后，剧场再回复一开始的舞蹈环节，整个回合大致上就是在这种舞蹈、小游戏、派对天堂的循环下进行的。总之，进入这美人计，基本的门票就像是软调情色的沙拉吧，看主持人端什么上来就尽情享受。如果你想要牛排还是龙虾，那你另外再付费加点。如果说真的进去，你对主餐的菜色没兴趣，我觉得这个沙拉吧也划得来。不只是一些小游戏可以让你摸摸捏捏，还有一些是欢迎触摸的全员招待环节，甚至有段是无阻隔的直接触摸。重点这个东京地下室的小角落，我觉得是对于人性渴望的一种解放，不只是视觉上的满足，更是让一个对女性身体有渴求的一般男性，可以亲手体验那种难以想象的触感。在这地下室，你可以将心中的小恶魔放出来奔跑，回到地面就回复成以礼相待的正人君子。这里我更真挚的推荐给各位魔法师魔导士，放下你的节操，来这里轻轻松松的同欢。2-3个小时过后，你可以划掉很多人生的清单。之前我在东四 DX 素人大会的影片里，有提到我可能不太建议女性前去观赏，但在上野剧场我同样看见了让我意外的一幕，就是大约一回合过一半时，场里来了一位女性观众，还不只是一般来看好玩的观众，她身上甚至穿著印了 Honey Trap 的红色会员衣服。虽然是没见她走到幕帘后，但场里摸摸捏捏的环节她都有参与。后来还看见她约来了2个可能20出头的年轻男生，然后拱其中一位上台参与特别的招待。因为是在帘之后的，我隐隐约约看到是让那男生躺下来，然后成员再逐一从他头上跨过去。不过这2个男生可能待不到半小时就不见了，是不是这些对他们幼小纯真的心灵来说，也实在是太过刺激了呢？科科，当然也可能是台上的舞娘都比他们年纪大了10岁以上，他们有点招架不住吧。我要说真的是少年不知爱好，有种就冲着我来啊！总之，我朋友在2回汉结束，花了15张票之后，他终于心满意足的离场了。另外有张票他没花掉，回到售票口直接退回了现金500，所以中途票多买没关系。虽然票限当日使用，但没用完是可以退回的。东京的脱衣舞厅不止一间，也随时都有常规的脱衣舞表演，但这个素人大会就像日本制的压缩机一样稀有。如果有日的时间有弹性，真的很建议可以随着美人计的档期安排一下。
剑士这个连日本都很少见的情色文化。不过虽然它很特别，但剑士的门槛却很低，进去付钱买票就好了。想要体验日本特有风情的你，不来看看吗？